书接上文，上回书说到，漕运少爷丁卯与其父怄气，投河落水，被小河神郭德友救起。哪成想拜河大典陈尸两具，小的是一绿毛死婴，大的正是丁卯之父丁义秋。丁卯认定小河神郭德友是其杀父元凶，老河神郭纯在码头施展点烟变冤绝技，一时间悲风惨惨，鹤雾漫漫，到了却是故弄玄虚，没了下文。这让徒弟郭德友心存疑虑，潜入漕运商会，不顾体质虚弱，点烟变冤，晕倒当场，恰被丁卯发现，这才引出来日闯警察局，夜探龙王庙，丁警探蛰伏要拜师老河神。快点，郭阿哥，要不然一会儿你师傅和我娘酒醒了。干嘛啊，姑瑶？那你大哥试试。我大哥又不是飘子，都是有魂有魄又说不了话，怎么不行啊？你不是跟我说你已经学会点烟变冤了吗？难道是吹牛？戒烟还魂，还魂戒烟。江湖，科学，拳脚，真相，水性好，法医，神婆，记者，身子骨弱，特别警探，娘，市政府秘书长，超凡绝伦的人中龙凤，大少爷，就是个跳大神的，千金小姐，不抽烟，不喝酒，有钱有势有什么用啊？眼里揉不得沙子，还行吧，通情达理。怕个杂！开什么玩笑？不娇气。有线索了。得意之神调一门，大新闻。漕运商会，师傅。郭二哥。父亲。不惹事儿，不怕事儿。推理正确。青梅竹马。千金百姓。听老，郭德友，河神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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
纸人纸马也是花钱买来的，烧了辣眼睛，呛嗓子，还有火灾隐患，也不知道有什么意义。人死了，总得烧送一程啊，要不然你爸走得冷清。人死了之后都变成无机物了，烧再多，死人也收不到。其实这些纸人纸马还真不是烧给死人的，是活人烧给自己的。只有烧了，这心里才有个念想，才是个寄托。你俩胆子挺大呀！啊，敢来漕运商会行凶？行凶？明明是你对我郭二哥先下手的好不好？你们知道这是哪儿吗？他不是在河里淹死的。你说什么？你爹，他是死在海里的，先被人绑在玄武铜像上面，然后丢在了海里，最后连人带铜像，一路拖到了被我发现的地方。一，你没有亲历犯罪现场；二，你没有资料进行佐证；三，你没有经过专业的尸体解剖分析，你张口就能说出这么明确的死因。除了凶手，我不相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到。说出明确的死因？你的意思是，我说对了？我已经验过尸了。你还真在自己亲爹身上下刀子啊？说吧，作案动机是什么？你吃过紫菜吗？什么？紫菜是一种水草，颜色有点发红。天津卫的老百姓最爱做的就是紫菜蛋花汤。在三不管那边有一家包子铺，紧挨着瑞丰祥绸缎庄，他们家的紫菜蛋花汤配着包子，那叫一个绝，吃过的都得竖大拇指。话说回来，你见过哪个河里长紫菜的吗？你想说什么？大路朝天，各走一边。这水里也有水里的规矩道道，红不入河，黄不下海。我在你爹的口鼻之内发现了细微的红色水藻残留，所以你爹是死在海里的，而不是死在我们把他捞起来的地方。你爹手腕上被铁锁勒过的痕迹很深，不像是被人带到那里，然后再入水绑在玄武铜像上，而是连人带玄武一起拴在船的船底，一路拖到了那个地方。但是想要调动那么重的货船还不让人知道，那一定得是在夜里。说的越细致，你的嫌疑就越大。在这天津城能调动那么大的船，你猜有几家？就你们漕运商会一家。漕运商会20吨以上的大船，一共有几艘？你问这大船干什么？我爸失踪的那几天夜里，有没有这种船出过港？这么大的船出港不会选择夜晚，视线不好，容易出问题呀。你确定吗？啊，这是商会船只出港记录，你自己看吧。少爷，我知道你心急，这种事情还是交给警察去做吧。
这不是丁少爷吗？这不是丁少爷吗？这不是。我爸的案子什么时候破？这个您尽管放心，我们警局所有的警力正在全力以赴、夜以继日地侦破此案，相信不日就会有结果了。你下面总共有37名警员，而你手上目前有9桩要案被警察厅限时侦破，你分配了26个人在这些案件上面，事关饭碗，想必他们疲于奔命，分身乏术。另外有3人告假，警局规定每科必须有2名警员值守。这么看来，你手上可用之人，算上你自己，只有7个人吧？都在外面了。你们没有第一时间去现场调查、搜集线索。而是在这警局里无所事事。你刚才所说的全力以赴，我表示很怀疑啊。哎呀，都说漕运商会的丁大少爷年少有为，颇有当年丁会长的风范，果然是虎父无犬子啊！你坐在这个位子上，你就要把这个案子给我交代得清清楚楚。啊，那我就不跟丁少爷兜圈子了。如果丁少爷信不过我们警察，我建议啊，丁少爷可以自己试试看。我？丁少爷在德意志学的是法医，想必对断案也了解一些手法。像丁少爷这样的人才，我们警局是打着灯笼都请不来呀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们警局现在那些不要紧的人太多了，急需像丁少爷这样有才华、有知识、有能力的人来给做个样子。不然的话，丁少爷您就算是逼死傅某，我也只能回答您尽力2个字。你让我怎么查呀？特别警探。特事特办嘛，特别警探，我给你一个身份，这事儿不就好办了吗？但是你这个身份仅限于侦查此案，没有薪饷，没有赔偿。好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戴运涛，带丁少爷去办一张临时警察证啊，及时生效。好嘞，丁大少，走吧。队长，你说您怎么招来个少爷跟您抢饭碗呢？你这猪脑子能不能要点紧呢？啊，他自己的老子自己担待着，这样报社的注意力就自然会从咱们警局移开，去关注他们漕运商会的家务事儿。啊，留洋归来的大少爷亲自接手杀父之案，我要是报社社长，高兴坏喽。你跟这瞎忙活什么呢？那个死孩子刚练过来，要么就赶紧去拾掇拾掇啊，要么就过来帮忙。这不是被那个疯丫头给弄坏了吗？您亲传给我的，不修好怎么行？哟，哎呀，你不用专门来道歉。我这个人不记仇的，你要是内疚啊，就请我们爷俩吃顿好的。我现在要审讯你，你如果不配合的话，我只能把你带回去了。你带一个试试。真当我不在这儿啊？丁大少，外国我没去过，但听说办事规矩，县太爷办案居然还可以反驳的，有什么证物还一一当堂检验。你想说什么？你今天拿这东西来逮我，逮着了你又能怎么样？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杀害你父亲的凶手，你不信？好啊，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杀害你父亲的人就是我。证据呢？啊？
丁大少爷，金批彩挂，平团吊柳，冠冕有冠冕的道理，江湖有江湖的讲究。你爹死在水里，这案子确实有蹊跷。可靠着水吃码头饭的人可不止他郭德有一个。你就打算拿着你这张纸，挨家挨户的提审呐？你摸得着门，找得着道吗？有一个人呐，不会说谎，他的话，你大概能信。谁呀？那个死孩子。我要查的是我爸的案子，跟那个孩子有什么关系？失在同处，福在同日，解开其一，便知其二。慢着，好好的一具尸体，苦主来了，看见被你拆得七零八落，我怎么交代？那怎么办？拿着，拿着，不准碰，不准闻，只能看。杨武做没了手术刀，跟这儿起什么哄啊？学法医的第一步就是观察，这点我比你清楚。哟，那你要不要赌一把呀？赌什么呀？一顿泰丰楼。好啊，请。干什么？忌讳。忌讳什么呀？你在干什么呀？翻鱼啊，水里的买卖，这就是忌讳、迷信。老话说的未必都有依据，但办起事来，总有它的道理。凡是和水打交道的，都有翻鱼的忌讳。这个孩子的身体强壮，说明他妈在怀他的时候伙食不错，8成是富贵人家的。富贵人家怎么能干出这么残忍的事情啊？越是大富大贵，这龌龊的事儿就越不会少。身为漕运商会的大少爷，这种事情应该比我更清楚吧？我觉得吧，这个孩子他就是淹死的。我们是捞尸的，成天见漂子，这人是不是淹死的，打眼一看就能判个8、9不离10，这是印在脑子里的东西。但是印在脑子里的东西，未必是全对的。我认为，这个孩子不是淹死的。一般大户人家，孩子得了什么疑难杂症，不会轻易放弃，毕竟要延续血脉，所以，他一定是贫困人家的孩子。因为支付不起医疗费用，所以才出此下策。哎，师傅，这顿饭可是赌注啊！早知道我就不点这么多东西了。您总得给个准话吧？我们俩到底谁说对？不管你们俩谁输谁赢，这顿饭我总能吃吧？还跟着干嘛呀，大少爷？这顿饭算是我请郭师傅吃的，不代表我认输了。今天必须有个定论，咱们进去再验验。回去吧，小少爷，家大人该着急了。丁某，抓把树叶放在那儿。啊？去吧。哦。把屋里的油灯拿来。嗯。堆高一点。哦。把那油撒匀了。往那边也撒一点。好，好了。把厨房西边柜子里的黄豆拿来。哎，师傅。您这是要干什么？夜里走道，留神。
追人啊！这不在这儿呢吗？拿着。讲究。什么意思啊？不出声是偷，出了声便是抢。这屁股都摔开花了，还一声不吭。虽然不是为了钱财，但这贼还挺讲贼道上的规矩。我才不管什么规矩，他为什么要偷一个死婴啊？我说过，你得问问这死孩子。郭师傅，我要拜师。我发现你这个人还是有一个优点的，就是逗，特别的逗。丁少爷，蛇鼠有道，我们这行怕是不适合你。我今天见到了什么叫做山外有山。单凭我在国外学的东西就想查清我爸的案子，以后在天津卫，恐怕我丁某会变成一个笑话。还望师傅成全。你现在就是一个笑话，知道师傅为什么只有我一个徒弟吗？天赋、心性、人品、道行，那都是缺一不可的。这些条件我不比你差。少年郎，戒骄戒躁，先光着膀子找个瀑布冲2天再来吧。师傅，您放心，我一定会学好的。那拜师费呢？多少？现大洋1000。可以。太峰楼的家宴连摆3天。没问题。学徒10年，这期间只能效力于师傅，死走逃亡是你的造化，跟师傅无关。3节2寿还得另有表示。还有别的吗？我说少爷，你能别闹了吗？啊，赶紧回去洗洗睡了，行不行？没有别的，我磕头了。慢着，每一行有每一行的规矩。对啊，规矩。什么规矩？哎，放那儿啊！来，动作麻利点啊！慢点啊！承蒙师傅照顾。你喊谁师傅呢？河神啊！我什么时候答应收你为徒了？谁能抓住王八，谁就能拜老河神为师。这规矩不能变吧？哎，不是，那你这是在干嘛？搬得近点儿，好学手艺啊！你学什么手艺啊？再说了，谁知道这只是不是真的呀？你去找那2个神婆去验啊！来，放这儿。哎，慢点。少年郎，做人做事首当其冲，讲究一个信字。咱不要误入歧途，哪里来的赶紧回哪里去吧。哎，快点。那间屋子是干嘛的？住人的。谢谢。王2老板。哎，你给我放下，这是我家，给我放下。哦，放。哎，轻点。师傅，这是特意为您准备的，您试试。不是。我看您经常弯腰捶背啊，肯定是坐的椅子不合适。这么金贵的东西，我哪承受得起呀？师傅，您先坐着啊。真把这儿当自己家了是吧你？这儿有啊，快点。来了，送给师哥。谁是你师哥？师哥平日里懒散怠慢，没有时间观念，所以我特意准备了一个德国制造的时钟。送钟？我们共勉，一起进步。来了，还搬是吧？给我停下！
师傅您快坐。你是带了多少厨子过来啊？嘿嘿，师傅，这是洪胜元的扒肘子，登营楼的醋鲤鱼。听说师傅爱吃，所以特意给您准备的。这其他菜啊，这都是我自己做的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行行都有自己的规矩。你懂规矩吗你？你知道你自己现在坐在什么地方吗？你往后看看，你坐在灶王爷的正前面，他老人家的面前你也敢坐？师傅每次坐的时候还稍微偏一点，你这叫大不敬。封建，这叫做规矩。灶王爷是咱们的一家之主，赏咱们饭吃的，这就是规矩。你以为你又送礼又请客，我就得念你的好了？出了这个门，你还是你们丁家的大少爷，爱干嘛干嘛去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。你刚死了亲爹，就跑到别人家嬉皮笑脸的认爹，如果不是另有所图，那你这就叫大不孝。第一，我昨天晚上既是目击者，又是办案人员，我完全有理由住在这里查案。第二，你们捞尸队属于警局的编外人员，我现在是特别警探，论级别，我是你的上司。第三，关于我父亲的死，你还没有完全脱离干系，我完全可以带走你去审讯。这2天我是有点冲动，可是今天我一直客客气气、规规矩矩。你郭德友说我2句，我忍了。你真以为我丁卯就这么好欺负是吗？你还来劲了是吧？今天郭爷这个师傅，我是拜定了。师傅这俩字是你叫的吗？你郭德友说了不算。我的规矩是，吃饭的时候，谁都不许说话。吃饭。你们俩先跟我说说，想怎么查？那天那个人是来干嘛的？是来偷尸体的。那么什么人需要偷尸体呢？为什么要偷这个孩子？现在看来，我们要想查出真相，最便捷的方法，就是要查出这婴儿到底是什么身份。这真要是苦主，为什么不正大光明地走进来，而非要偷这个孩子？既然有人想要这孩子的尸身，又不出面认领，有一种很大的可能性，那就是这孩子是一个私生子，身份不能曝光，所以只能上房梁偷孩子。经验主义，毫无根据。那你就按你所说的1、2、3慢慢查吧。失踪人口，尤其是婴儿和孩子的，警局有警局的规定。丁探员要是为了办案就破坏规矩的话，让手下的人怎么看待我这个当队长的呀？丁探员，除了这件事情，还有别的事情需要向我汇报吗？要是没有的话，就出去吧。啊？您养宠物吗？养活我那一大家子就不容易了，还养嘛宠物啊？那个房间是干嘛的？队长嘛，身居要职，经常办起案来就没时没晌的，在局里有个休息的地方，方便啊。副队长跟您的夫人一定很恩爱吧？您说吗？我看到那些杯子里面有一个不一样的，可它又不可能是副队长的，因为上面有没擦掉的口红。我刚才还看见啊，椅子上有动物的毛，可副队长说你不养宠物，那么就应该是裘皮大衣上的。副队长办公的时候又不可能穿裘皮大衣，而且能坐这把椅子的，一定是跟您非常亲近的人，所以我想，一定就是嫂夫人了吧？哈哈，对，没错。可是副队长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妈，这嫂夫人是虔诚的佛教徒吧？嗨，虔不虔诚的，
心里有个念想啊，是吧？我看着照片啊，夫人清新素雅，落落大方。过奖啊！但是这虔诚的佛教徒，为什么会穿杀生而来的裘皮大衣呢？而且，这洗都洗不掉的口红印，跟夫人朴素的气质很是不符啊。你说呢？哎呀，有这么个房间休息，真是方便。丁探员，你刚才说想调查失踪人口是吧？走，我带你上档案室。走，来，哎，走。你专捡着高穗喝也不嫌涩口啊。丁爷，快给郭爷换壶雀舌。哎，不用了，这高穗品尝就挺好。河里的事儿不忙吧？今儿不忙。哎呦，不忙好。丁爷还杵在那干嘛呀？快给郭爷唱个小曲儿。不了，不用了。这也不要，那也不要，您上我这儿来干嘛来了？我听说你们这儿新来了个姑娘。哎呦，可不嘛，她还是官宦之后，后来家里遭了兵变，这一路上逃难逃到我们这儿来的，这不得给人家一口饭吃吗？郭爷，我跟你说啊，她呀还是个厨。要不我叫她过来陪您说说话。我说还是姐姐厉害啊，你这都是哪儿得的信儿啊？这样的姑娘都让你给逮着了。哎呀，像我们这种混江湖饭吃的人，谁都会有2、3个朋友啊。姐姐，坐。我跟你打听个事儿。你说呗。你这儿有没有怀孕的姑娘啊？原来您好这口啊！不是这个意思，我的意思是，如果我有个朋友，她怀孕了，那怎么办呢？那就生下来嘛。如果是像你们这野路子怀上的呢？郭爷，不会是你啊？哎，我这不是一时兴起，没搂住嘛。哎呀，瞧你这圈子给绕的，这事儿呢好办，去鬼市找黑稳婆。黑稳婆？不过呢，我得提醒您一句啊，鬼有鬼道，自求多福。胡总管如果怪罪下来，就都推到我身上，跟你们没关系。查出我爸是怎么死的之前，我是不会回去的。少爷，咱先不管外面怎么看，您搬到义庄来住，就能查清这案子。目前来看，死孩子确实是一个突破口。郭师傅要么是真的有本事，要么一定知道点什么关于我父亲的线索。我来这说是拜师，其实是为了查案，一定会有收获的。桌上有茶，自己倒。椅子坐的还舒服吧？还行。非洲花梨，上一次出海带回来的原木，傅子流亲手打的，市面上剩不了几把。胡总管，今天来是想再跟我赌一把？以现在漕运商会的情况，实在是赌不起了。丁某去哪儿了？不是刚帮你找回来吗？又丢了。你们为什么要把他留在这儿呢？留不留，他都有他注定要做的事情，能做到哪一步，谁也说不好。我说过了，我赌不起，不能让丁某犯险。
自从丁会长和玄武雕像一同在水里被发现的那一刻起，跟20年前有关系的人就一同进了这赌局。赌得起和赌不起，已经不重要了。你是说，蘑菇道